接連倒閉3萬家。曾經一到中午就爆滿的過桥米線，如今為什麼没人吃了？你有多久沒吃過过桥米線了呢？10年前還沒有网紅美食，螺蛳粉也沒有走出柳州。過橋米線這種小吃，由於荤素搭配，味道鮮香，關鍵是價格不貴又頂飽，一度成為人們出門的最佳首選。在全國各地的大街小巷都是有過橋米線的身影，甚至在全國，光是過橋米線就開出7萬多家。可誰能想到，曾經的米線寵兒卻遭遇了滑鐵盧，真正存續經營的過橋米線只剩下2.8萬家。做大做強後的過橋米線為什麼越來越落魄，抓不住食客的胃了呢？在古代，有一位书生为了準備科舉考試，獨自一人去南湖中的小島上學習。為了能讓丈夫吃上熱飯，妻子每天帶着米線和熱湯走過一座橋去給丈夫送飯，把熱菜和米線放入湯中，一會就能被燙熟。丈夫吃着讚不絕口，因此就有了這道過橋米線。到了現代，過橋米線從雲南走到了全國各地，但讓人最饞的不是米線，而是那口湯底。正宗的湯底都是要用雞骨、豬骨等食材，加入各種香料，經過長時間的慢燉才能熬制而成。後來又研究出多種口味的湯底，在10幾年前，吃一份過橋米線算得上是一頓豪華大餐了，既能吃飽又能吃好。那時候的過橋米線可謂是風光無限，光是一個小縣城，門店數量就能開出50多家，不少創業者也靠着開過橋米線店賺盆滿缽滿。這東西不僅在國內吃得開，甚至還開出了海外，老外吃了都要忍不住再次回國。米線作為頂流小吃，在抖音平台上關於米線的播放量就達到100億次。而某書上關於米線的筆記也高達170萬篇，可見米線的粉絲群體有多龐大。可誰能想得到，僅僅過去10年，開出6萬5千多家的過橋米線，卻陷入了困境。有的門店大門緊閉，貼着轉讓告示；有的店是冷冷清清，壓根沒人光顧。那到底是什麼原因，讓曾經的香饽饽、過橋米線變成了如今的燙手山芋呢？近幾年，人們的生活節奏明顯加快，很多過橋米線店也為了節省時間、降低成本，将過桥米線改成了快餐，看似是方便了顧客，實則卻將過橋米線的魂給丟掉了。正宗的過橋米線講究的是無火烹飪，需要顧客自己加菜到湯裡，然後燙熟。可快餐化後的米線，往往都是服務員把做好的一碗米線和配料端上桌，顧客直接就能開吃。為了降低食材成本，延長米線保質期，快餐化的過橋米直接將酸漿米線換成了乾米線。酸漿米線是大米發酵後磨粉制成的，制作工藝複雜，保質期极又短，一般只能保存18小時。而乾米線放1年都不成問題，只是口感上差了一大截。而湯底作為過橋米線的靈魂，將原本熬制的豬骨、雞骨直接換成了速成湯底和調味料，加上水攪拌，一下就能上桌，跟正宗的湯底簡直是天差地別。在市场定位上，過橋米線也是十分尷尬。如果說它是平民快餐，可它的價格卻不親民，一份米線動不动就要30-40。可要是拿真正的快餐對比，一份蓋飯10幾塊，過橋米線明顯價格偏高，而且從分量上看，米線並不算多。如果一個食量大的消費者吃一碗過橋米線，就跟塞牙縫，壓根吃不飽。這樣的性價比，時間一長，大家自然遠離了。但如果把它定位在中高端餐飲，過橋米線卻又存在一些硬伤，像米線都是1人1份，各自埋頭去吃，而中高端餐飲一般都是去宴請、聚餐的场所。如果一群朋友去吃米線，1人1份去吃，就有點冷清。所以这種尷尬的定位，讓過橋米線在市場上產生了一種高不成低不就的感覺，價格上吸引不了快餐消費者，氛圍又滿足不了高端餐飲的需求。如今的餐飲市場，各路美食層出不窮。就拿同樣是米粉米線的螺螄粉來說，這幾年可謂是火得一塌糊塗。獨特的酸臭味配上劲道的米線和配菜，讓螺螄粉的門店不僅火爆，就連速食的袋裝螺螄粉銷量也都十分驚人。還有新興的網紅餐飲也打着網紅美食的旗號站出來分一杯羹。在這樣競爭激烈的環境下，過橋米線不但不反思自己的問題，反而只考慮降低成本。這樣的快餐早晚都會被淹沒在餐飲行業。再加上疫情過後，餐飲市場的消費力大不如前，就連茶飲行業客單價都從25元降低到15元。增姜的高端茶飲也開始捲價格，一杯25元的奶茶直接降到1半。在這樣的市場背景下，全國80%的米線店，作為小夫妻或者個人經營的門店，自然是被最先擊垮的。只能說消費降級的年代，米線店成了這個時代的炮灰。說到底，過橋米線和螺螄粉一樣，隨着外賣興起，給米粉、米線、麵食這類產品都帶來了不小的衝擊。打包後，米線不光口感不好，包裝難度也極高，消費者基本都不會選擇外賣，因此這類產品只能靠門店生意。可如今的螺螄粉就能迅速出圈，靠的就是傳統文化做標籤，網絡做宣傳，將美食和地域文化結合在一起。過橋米線又何嘗不可呢？只是需要一隻領頭羊罷了。